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三大预言，竟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场迫在眉睫的重大灾难。一些预言描述了战争与动荡，一些则警示天灾巨变。更惊人的是，他们都隐隐约约将时间指向今年春季的某个关键时刻，甚至精确落在4月15日至5月15日之间。而在这些预言场景中，台湾这座岛屿多次被点名成为风暴焦点之一，引发无数人的关注与不安。试想一下，一位16世纪的法国占星师在晦涩诗篇中预示东方海域将爆发致命冲突，一卷尘封数千年的印度棕榈叶记录着大国角力和东亚结束，一位现代泰国灵媒警告某小岛国将迎来强震巨灾，还有英国的当代通灵师帕克更是直接指出了灾难的时间窗口以及可能的细节。在不同文化的预言体系中，台湾和周边地区庞佛成了一枚关键棋子，被多双预知的眼睛同时盯上。这些来自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预言声音，难道只是巧合？亦或背后真有某种即将降临的大劫难在蓄势待发？本影片将带大家深入分析这三大预言的内容与背景，抽丝剥茧地看看他们所描绘的未来图景，究竟是一场毁灭性的天灾，还是一场颠覆性的战祸？台湾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可怕的是，这些预言指向的时间点就近在眼前。但庆幸的是，许多预言家也同时给出了希望之药。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横跨时空的探索之旅，看看人类是否能从预言中提前洞见风暴的踪影。说到预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Nostradamus。 这位活跃于16世纪的占星师，以隐晦难懂的4行诗百诗集，又译诸世纪著称，其中不少诗句后人认为巧妙地应验了历史大事，例如伦敦大火、拿破仑、希特勒的崛起等。因此，每当新的年份来临，研究者们总喜欢从他的诗集中寻找对应的线索。如今焦点来到2026年，大家纷纷翻出诺查丹马斯诗集中编号26的篇章进行解读，结果发现一段令人惊颤的描述：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船，致命战争将被引爆。这句出自第7世纪第26首的诗句，被认为隐喻了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诗中提到的小船与桨帆船，让人联想到灵活的小型船只或武装快艇，而他们所包围的7艘船，则暗示有7支势力卷入战局。哪7个势力呢？专家推测，这可能指的就是在南中国海及其周边有主权声索的7个政权：中国大陆、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与菲律宾。这7方长期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诗句庞佛预见他们最终会因紧张局势升级而爆发一场致命海战。如果这一解读成立，那么诺查丹马斯早在400多年前就预警，在远东海域，小型舰艇将包围大型舰队，局势剑拔弩张，最终引爆战争。而台湾正位处这风暴中心的范围内。事实上，台湾本身就是7方之一，在南海问题上扮演着实质角色。台湾实际控制着南海最大天然岛太平岛，更不用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紧张，国际上也日益担忧这里可能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难道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会在此点燃？诺查丹马斯诗中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当然，诺老先生的预言向来偏向宏观隐喻，他并未明指年份和地点，一切需后人对号入座，我们必须谨慎，不可过度解读单一诗句。然而，这段小船为7船的景象过于具体，又和当前亚太局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实在很难让人不联想。更巧的是，其他几首第 X 世纪第26首的诗也提到了动荡不安的世界，有的暗示经济危机与饥荒，有的预见天灾频仍。庞佛在不同角度描绘同一时期的混乱图景，综合起来看，诺查丹马斯的远见或许早已洞悉2026年前后，整个世界尤其是东方将迎来战乱与灾祸交织的严峻考验。当西方人在翻阅中世纪预言诗的同时，东方也有一项传承1000年的神秘预言术正在被重新审视，那就是印度的纳迪叶预言。所谓纳迪叶，
Nadi Leaf 是相传由古代印度圣者用梵文记录在棕榈树叶上的预言集，其历史可以追溯数千年之久。这些棕榈叶据说包含了无数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人类时代的走向。更奇特的是，纳迪叶预言并非一本书，而是分散保存于世代相传的解读师家族中，他们持有各自的一捆叶片，等待与之命运相符的人前来认领。许多人声称，当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叶子时，上头甚至精确写着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员等细节，准确的令人瞠目。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神迹，至今无法以常理解释。纳迪叶预言除了能精确描述个人过去未来，也蕴藏对国家与世界的预示。在印度，被视为三大预言体系之一的纳迪预言术，地位极为神秘崇高。有些纳迪叶内容谈及当代世界格局，读来令人背脊发凉，因为他们似乎在描绘眼下正在发生或即将出现的巨变。根据近期几位纳迪叶解读师分享的信息，叶片中以象征性的语言描述了几个卷入未来冲突的主要国家。统治海洋的国家被认为指向美国，当今海上霸主；统治龙之大地的国家指向中国，龙之大地暗喻东亚大陆上的龙的传人。从雪中崛起的国家解读为俄罗斯北国寒冷多雪的土地。点燃达姆之灯的国家被明确指向印度，达姆 Dam 可能与佛法圣地相关，印度被视为灵性灯塔。坐在帝国废墟上的国家可能是英国或广义指欧洲古老帝国的继承者。这些隐喻的国家一字排开，几乎囊括了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强权。纳迪叶预言进一步指出，上述国家之间将爆发激烈的角力与冲突，其中一个庞大的国家会经历瓦解或重启，其政治体系可能崩溃，彻底重组。解读师们一致认为，这几乎直指中国的命运，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在大动荡中最终走向解体，中国可能四分五裂，变成许多较小的国家。这与诺查丹马斯预言的七方厮杀遥相呼应，也与许多现代预言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前一节提到的英国灵媒帕克和印度的预言专家交流时，就印证了纳迪叶的这项结论。帕克明确预言中共最终将崩溃，习近平下台，随后中国会裂变成类似欧盟那样的多国联盟，走向民主开放。如果真有那一天，对台湾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许代表两岸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将出现戏剧性终局。然而巨大变局来临之际，往往伴随的是战争与混乱。正如纳迪叶警示的那样，多国博弈中，战火可能遍及全球许多角落，社会动荡前所未见。除了政治预言，纳迪叶也对自然灾难与人类未来有所琢磨。印度纳迪解读师维尼塔在2025年底与帕克连线时透露，他近期解读的多片叶子中频繁出现重大灾难的影子，甚至有不同客户的叶子都指向同一场未来的大灾难。当几个互不相干的人命运中都出现了相似的劫难场景，这暗示着那并非个别命运，而是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维尼塔举例说，一片叶详细描述了2028年至2029年前后，加州将出现某女性州长，她竭力应对一场巨大灾害，这让人联想到地震或其他自然危机。而在更近的将来，维尼塔从叶片中还解读出粮食匮乏、民众行动受限的信息，庞佛看见新冠疫情那样的封锁再度上演，甚至有圣者透过叶子示警，未来几年我们要远离化学毒素，注意电子设备辐射等等，因为疾病和科技失控都可能带来新的威胁。这些讯息与其他预言，例如帕克提到的第二波更可怕病毒、人工智能引发的危机多有重合，令人不得不慎重以待。总的来说，古老的纳迪预言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图景：国际秩序的大洗牌，东方巨龙的倒塌，新旧势力的角逐。同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自身也遭遇严峻挑战，饥荒、疫病、科技灾难可能交错出现。但在黑暗预兆的背后，纳迪圣夜其实也强调了一点：一切灾难皆有因果业力，且人类并非全无转圜余地。只要人们能忏悔业债，行善祈祷，唤醒内心的神性，仍有机会改变或缓和那些注定发生的不幸。这正是纳迪叶留给世人的最大启示。预言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唤醒我们。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现代，东方的另一位先知，泰国的神级命理师普莱师傅 Stephen Play。这位被当地人尊称为神婆的女性预言家，近年因多次命中要事而声名大噪。比方说2023年她曾准确预测缅甸一带发生 7.7 级强震，令许多人对她刮目相看。命中率号称高达80%的普莱，近期在电视节目和网络访谈中针对2026年做出一系列惊人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旅游安全和天灾风险的提示。他直接以英文字母缩写点出了几个2026年应格外小心的国家，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月份。起初，普莱师傅在泰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及，有3个地区代号 HJT， 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不宜前往。之后他接受香港某网络节目专访，又更新了说法，将警示名单扩大为 JIPT 4个字母。这代表哪4个国家呢？普莱卖了个关子，仅以缩写提醒，强调指的是国家层面而非某个城市。虽然他没有直白道出全名，但根据节目中的暗示和事后各界的猜测分析，我们可以相当确定，这国指向以 J 开头的国家。普莱特别强调，这国在2026年要最小心，可能出现超大型地震灾难，连高楼倒塌甚至引发海啸的规模都有可能。这听来就像是对日本的警告。 J 极可能是 Japan 日本。日本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来就是强震多发国。普莱预言中的超巨大地震无疑让人联想起关东大地震或南海海槽大地震等可怕场景。他奉劝2026年最好避免前往日本旅游或长时间逗留，除非必要，因为那里的天灾风险在今年格外突出。T 国指向以 T 开头，位于亚洲的一个小岛。主持人在访谈中追问 T 国是否在亚洲，翻译也给出肯定暗示。种种迹象显示，这应是一座亚洲的小型岛国，而且是热门观光地点，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的台湾。毕竟以 T 开头的亚洲岛国并不多。Thailand 泰国本身不是小岛，日本已经是 J 国，台湾正好符合。普莱说 T 国在2026年有机会出现规模6级以上的强震。台湾本就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大地震并不陌生，但6级以上强震依然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普莱话里的担忧意味浓厚，仿佛在提醒台湾今年务必要提防超乎寻常的地壳动荡。I 国和 P 国这2个他没有明讲是哪国，只给了一个字母提示。I 开头的国家可能是印尼 Indonesia 或印度 India， 则很可能是菲律宾 Philippines 或巴基斯坦Pakistan。 若结合语境提醒计划，前往的旅客要留心天然灾害，包括地震、火山、水灾等，那印尼和菲律宾的可能性最大。这2国同样位于地震火山频发的环太带上，近年也屡遭洪水风灾侵袭。如果把 JIPT 放在一起看，它们都指向亚太地区的高危灾难带。 J 日本， I 印尼， P 菲律宾， T 台湾，几乎呈弧状分布在西太平洋附近，是地质能量最活跃的地带之一。普莱师傅暗示，这4国在2026年特别容易遭遇地震、火山喷发或大水等天灾，需要提高警觉。其中以日本和台湾的危险性最高，一个可能发生毁灭性强震，一个也有大地震几率。普莱不仅指出了高风险地区，还特地说明了时间上的避险建议。他直言，2026年的5月、6月和7月是全年中最麻烦的3个月，大小灾难或意外最容易在这段期间发生。听清楚了吗？今年的仲夏之际将是灾厄频仍的高峰期，所以他建议，如果有得选，尽量避免在5至7月安排重大活动或远行，尤其不要前往他点名的 JIPT 4国。相反地，他也提出一年中相对平和顺利的时段，3月和12月被他视为2026年整体运势较好的月份，无论结婚、开业、搬迁或旅行都较为吉利。这番月份指南庞佛是一张避险手册，为听众标出了红灯与绿灯区域，非常具体贴心。需要强调的是，普莱师傅多次澄清，他并不是叫大家完全不去那些国家，或一听到某月有灾就恐慌不已。他的原意是在风险较高的地方与时段多加小心，防范未然。毕竟预言的作用正在于提醒，就像台风警报让我们做准备一样，而不是要我们永远不出门。以台湾为例，
既然预言今年有可能出现强震，那我们或许可以提前检查房屋结构、防灾物资，多参考官方地震预警资讯等等，未雨绸缪，总好过宁可绝井。总之，泰国预言家普莱的讯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专注在自然灾害方面，而且直接将台湾列入今年灾难易发的名单。如果把他的预言与前述诺查丹马斯和纳迪叶的信息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天灾与人祸往往相伴而生。当地缘政治的紧张在预言中达到顶点，战争、分裂，大自然似乎也在同一时期酝酿着猛烈的反扑、地震、火山。2026年的东亚仿佛被推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天与人间都在剧烈震荡。如果这不是巧合，那难道真有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让灾难接二连三？这正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最后隆重登场的是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相较于前面提到的预言家，帕克是当今仍健在且活跃的预言大师。他以结合灵视能力和占星推算见长，多次公开发表对世界局势的预测。在西方媒体上，帕克因成功预言了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等事件而一举成名。今年他也预测中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谓战绩辉煌。因此，他每年对未来的展望都备受关注。而2026年，在他眼中，竟被形容为一个将载入史册的巨变之年。帕克从去年底开始就多次强调，2026年是清算之年 ，Year of Reckoning。帕克在2025年12月底上传的一支影片中，详细阐述了他对2026年的灵视和分析。他看到了哪些画面呢？让我们分门别类来说。政治与战争、台海燃点与政权更迭。帕克预言2026年将成为国际间清算与对决的一年，许多谎言会被揭穿，真相大白于天下，并引发法律诉讼与权力斗争。他指出，2月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西方占星上的节气，也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所在。而中国传统预言中，视2026农历丙午年为赤马红羊年，民间认为60年一循环的大劫年就在此。上一个60年前的丙午年是1966年，彼时中国大陆爆发了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帕克的灵视恰恰和这传统看法不谋而合。过了今年2月新年门槛后，世界将迅速进入动荡期。首先就是台湾海峡局势。帕克惊人的预言，台海之间可能会因为一场飞机或潜艇的碰撞事故而引发战争，日本也将卷入其中。他具体描述，一场海空意外成了导火索，使得局面失控，进而爆发军事冲突。这不禁让人想到现实中台海附近频繁的军机军舰对峙场景，一旦稍有擦枪走火，确实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帕克进一步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将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执政的最高领导人被迫下台。随后，正如前文纳迪预言所印证的，他断言中国会四分五裂成许多较小的国家，最终可能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联盟体制，由民主制度主导，边界开放，人员自由流动。这几乎可以说是对中共政权终结的具象化描述了。如果帕克所见成真，那将是21世纪地缘政治最大的巨震之一。战争的硝烟不会只局限于台海。帕克强调，即使中国的专制垮台了，世界和平仍不会立即到来。相反地，接下来数年间，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困局、粮食短缺等多重因素，人类社会将被推向崩溃边缘。各地会有野心家打着宗教狂热或民族主义的旗号煽动事端，局部冲突与内乱层出不穷。甚至预言提到一个新名词——科学恐怖主义，这听起来相当未来感。帕克解释说，未来战争形态可能出现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骇客利用科技手段瘫痪电网、通信和金融系统，造成全球性的混乱。他郑重提醒大家，务必将重要资料离线备份，因为未来黑客甚至会摧毁云端，窃取个人资讯。看来这位预言家除了描述宏观事件，连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都替我们想到，真是用心良苦。值得注意的是，帕克特别强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对峙
已经在酝酿中，并且中国与俄罗斯将建立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这意味着新的冷战格局甚至热战联盟正在形成。虽然他提到美中俄的冲突将以间接战争的形式呈现，即可能透过代理人战争或秘密行动来进行对抗，而非立即爆发全面核战，但风险仍然极高。例如，他暗示过未来可能发生针对伊朗领导人的精确打击或暗杀行动，大国在幕后博弈，中东等地区成了角力场，这些都预示世界局势在2026年开始变得更加诡谲。天灾预警、毒气火山云与巨浪海啸。在自然灾害方面，帕克的预言更是细致入微，甚至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范围。他明确指出，从4月15日开始到11月15日是今年极度危险的时期，也就是说2026年的下半年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高灾风险之中，而其中又以4月中到5月中以及8月中这几个点最为关键。帕克提到8月12日的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汇聚在巨蟹座时，将是一个需要格外小心的触发点。占星上，新月常被认为是事件的开端，木星则放大能量，巨蟹座掌管海洋与家庭，看来他预感那晚可能有大事与水相关。然而更临近当前的4月、5月则可能发生他预言中的年度最大灾难。帕克早在2015年出版的作品《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曾提到过，未来将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引发全球恐慌。当时这话语隐晦，如今他在最新预言中揭示了这团巨型毒气云的真相与源头。他结合印度古老纳迪叶的占卜结果发现，那预言中提到一个神秘地名亚马。由于那段预言写于古代，并无现代国名，他运用历史知识推论，这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大和亚马头。这意味着致命的气体云将因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而产生。帕克进一步描述，当那座海底火山猛烈爆发时，会释放出巨大且含有剧毒的火山气体云，从东北方向飘向陆地，吞噬沿途的一切。整个国家都将笼罩在毒云之下，人们因吸入火山灰与有毒气体大批伤亡，世界各国闻之震恐。想象一下那可怕的一幕，碧蓝的太平洋上空突然乌云翻滚，实则是火山喷出的灰烬和二氧化硫气体形成的毒物，随风向西北蔓延。首先遭殃的也许是日本本土，接着可能远及邻近的台湾、中国东部，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都被波及。这在一些相关消息中有提到，台湾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可能受到火山灰飘落和空气毒性的影响，俄罗斯的千岛群岛乃至更广大范围也难幸免。如同一片巨大的窒息阴影在东亚上空扩散开来，民众措手不及地面临一场前所未见的灾厄。帕克甚至提到，许多人将死于火山灰与毒气，那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惊恐。因为火山喷发本是自然事件，但如此规模巨大的毒气云，近代从未经历过，人类将不得不直面自身在大自然前的渺小与脆弱。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帕克怀疑这场灾难并非纯天然，他暗示有可能是某种间接战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排除人为刻意引发这次海底火山喷发。试想，如果某个国家掌握了引爆地质灾难的黑科技，把天灾伪装成意外，对敌国造成重创，岂不是防不胜防？这听起来像科幻情节，但并非没有迹可循。冷战时代就有过苏联研究引爆海底火山以摧毁敌国沿岸的构想，而现代对地球物理武器的传闻也不绝于耳。帕克在预言中提到，这可能是看起来不像军事攻击的攻击，也就是说，未来的战争手段也许更隐蔽、更巧妙，令人生畏。除了毒气云事件，帕克还预见南亚地区在今年底会遭受一次重大海啸袭击。他具体指出，印度南部大约在10月或11月会有巨浪侵袭的危险。这讯息据说是印度教中的大神湿婆透过纳迪叶传达的启示。印度洋曾在2004年经历毁灭性的海啸浩劫，如今这预言让人不禁紧张，是否类似悲剧会重演于次大陆沿岸？目前尚无科学征兆显示今年底一定有海啸，但帕克的话无疑给相关地区敲响了警钟。
把帕克的灾难预警和前面几位预言家的讯息综合起来看，时间线惊人的重叠。泰国普莱提醒5月到7月要提防大灾，帕克说4月中到11月中都是极危险期，且特别强调4、5月和8月。诺查丹马斯和纳迪叶虽未给出月份，但描绘的战乱景象似乎也就在这1-2年内。有种种迹象显示，今年春夏之交或许就是一个关键转折，战争可能在春节后不久点燃，然后到了4、5月间发展到某个高点，天灾则可能在同期或稍后不久降临，将人类推向更加被动的局面。这所有的一切是巧合还是命数，让人不寒而栗。黑暗中的光明，预言中的希望之光。听到这里，许多人也许感到压抑甚至绝望。磅礴未来布满了战火和灾难，人类前景黯淡无光。但千万别忘了，帕克预言的一大特点就是苦难之后总带来希望。他常说劫难并不可怕，灾厄过后即是福音。他相信一种高于世间政治和灾害的灵性力量一直在守护着人类。这些灾难并非为了毁灭我们，而是伴随着人类意识觉醒的契机。换言之，大破之后有大利，大乱之后有新生。在帕克的愿景中，虽然人类要经历这场大灾大难的洗礼，但最终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他提到过，有生之年希望见证圣哲在世，世界走入正轨，那时人类寿命可达250岁，生活富足安乐。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正是预言家给我们的鼓励。既然命运早已写下光明的篇章，我们现在经历的黑夜不过是黎明前的考验。具体到眼前，帕克和许多有修为的预言家都呼吁大家不必恐慌，但也不能无动于衷。预言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而是让我们参与改变。他反复强调，不论你信仰何种宗教，集体的祈祷与正向意识都能减轻灾难的影响，消解负面的业力。正如纳迪叶解读师所言，改命的2大法宝就是行善积德与虔诚祈祷。人类本质上是光之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提升精神，团结一心，黑客也罢，病毒也罢，战乱也罢，都终将被我们的爱与正义之光驱散。总而言之，诺查丹马斯、纳迪圣叶、普莱师傅、帕克灵媒，这些横跨古今中外的预言共同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2026年前后，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灾大难，从战争到天灾，每一样都足以改变历史进程。而台湾这颗西太平洋的明珠，也在多数预言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或许有人会对预言半信半疑，觉得这不过是巧合与解读的结果，但也有人会认为这些预言的重叠不容忽视，他们是在给我们提前拉响警报。历史长河中，每当巨变前夕，往往会有先知先觉者发出警示之声，听与不听在于后人自己的选择。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前，如果有人事先告知船员冰山所在，哪怕只有模糊的方向坐标，及早改变航向，也许就能避免灾难。同理，预言的价值或许不在于100%精确实现，而在于让我们未雨绸缪，审视自身的脆弱与问题，从而尽早弥补和准备。对台湾而言，今年确实是挑战重重的一年，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周边大国角力升温，岛内又处在政经转型和社会变革期。此外，地震等天然灾害从来没有远离过这片土地。我们从预言中得到的启示，应该转化为行动上的积极防范与心理上的坚韧不拔，居安思危，才能化险为夷。然而，无论预言中的景象多么骇人，我们也不应陷入无谓的恐惧和绝望。正如帕克所鼓励的，当黑暗临近，光明也在孕育。在人类历经苦难的同时，精神文明可能会破茧重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场伟大觉醒的一部分，多一分善念，少一分戾气，多关心周遭需要帮助的人，少制造冲突与对立。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汇聚起来，就是足以对抗命运洪流的正能量。最后，不妨以一句话自勉：预言由天定，行动在人为。或许未来有劫难袭来，但决定我们命运的不仅是那些写在书中或叶片上的文字，更是我们此刻的抉择与努力。让我们怀抱希望与勇气，迎接未知的明天。毕竟，穿越风暴之后，
前方也许正是雨过天晴、彩虹高挂的壮丽新世界。英国灵媒帕克最近预言中共政权即将解体，而台湾将继续维持独立地位。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提出了7大预言，不仅涉及中国的未来走向，还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帕克的这7项惊人预言，带大家看看其中的细节和背景。帕克是谁呢？他可不是泛泛之辈。这位英国预言家过去曾准确预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和美国川普当选总统等大事，在国际预言界小有名气。他自称具有通灵能力，能从所谓指导灵那里获取未来资讯。尽管他的某些预测也曾备受争议，但随着近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的言论再度引起关注。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最新预言，更让不少人眼前一亮，甚至有人称这是好消息，因为它预示着集权统治黑暗将结束的曙光。帕克最新发表的7大预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即将解体。他形容中共政权的崩溃将会是冰川式瓦解。什么是冰川式瓦解呢？大家可以想象，高耸巨大的冰川在阳光下裂开的景象，一开始也许缓慢无声，内部却布满裂缝，最终会轰然倒塌。帕克暗示，中共的倒台不会像闪电般瞬间发生，而是经历一段逐渐加速、不可逆转的崩解过程。他预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并且会在未来1-2年内进入临界点。最近这几年，中国内部种种迹象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看法：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危机、年轻人大规模失业、人口负增长等等，就像一道道裂缝正在龟裂扩大。帕克认为，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压力可能迎来临界爆发，届时地方政府财务破产、大规模银行挤兑、民生困苦引发的抗议浪潮都可能此起彼伏。他强调，这将引发中共统治根基的松动。冰川式意味着看似稳固的集权大厦其实已千疮百孔，只待最后时刻土崩瓦解。回顾历史，苏联的垮台也经历过经济困局和改革僵局的多年累积，中共如今遇到的内忧外患何其相似。一旦崩溃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会彻底瓦解呢？帕克没有给一个精确的日期，但透露了一个关键时间范围。他感应到这几年正是关键窗口期。有趣的是，帕克曾在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2026年是人类神性觉醒的最后窗口期。这样的说法仿佛暗示着2026年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命运转折之年。种种线索让人不禁联想，或许在未来2-3年内，中共政权将进入终局倒计时。帕克甚至用了倒计时这个词，强调变局不可避免。我们眼下所见的一切经济风暴、天灾疫病，可能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前奏。帕克的第2项重大预言直接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预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习近平自身恐怕难逃厄运。帕克声称，他从灵视中感受到习近平的健康正亮起红灯，一种严重的疾病缠上了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传言说习患有重病，帕克的说法与此不谋而合。他暗示习近平可能罹患某种颇为不妙的慢性绝症，甚至具体提及前列腺方面的问题。这讯息一出，令人震惊。如果习近平真有这样的隐疾，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一颗震撼弹。因为习近平过去10年来集权空前，整个中共体制早已绑在他一人身上。一旦这根支柱倒下，中共大厦的倒塌将更快更猛。帕克预言习近平撑不到2年，换句话说，2026年前后，习近平可能就会因病或者其他内外部压力而下台，失去对中国的掌控。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极大加速中共的灭亡进程。想想看，一个政权的掌舵人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权力真空将引发何等动荡。帕克进一步预见，中共内部的权斗会因此白热化，各派势力争相角逐。在这过程中，共产党自身会被撕裂瓦解，甚至不排除出现政变或军中变故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政坛频频传出异动传闻，
就连火箭军高层也经历大清洗，这些都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习近平权威削弱的迹象。帕克的预言无疑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更惊心动魄的注脚。习近平作为中共最后一任掌权者的命运，可能已经走到转折点。除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最高层的健康疑云，帕克还预见了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全面的动荡。他的第3项预言指出，香港很快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争。香港在2019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后被当局强力镇压，看似噤若寒蝉。然而帕克看到，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暗处蓄势待发。最近，香港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世纪大火，新界大埔鸿福苑住宅区发生特大火灾，几栋高楼熊熊燃烧，酿成100余人罹难的悲剧。这场5级大火造成香港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伤亡，引发了市民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强烈愤怒。巧的是，帕克早在2年前就曾看见香港有高楼起火的画面，并指出这背后涉及政治因素。如今预言竟然应验，更增添了他预测的可信度。帕克认为，香港的这场劫难和民怨可能成为引爆未来抗争的导火索。他预警说，今年年底前，香港局势就会有大变化，甚至用了个隐喻：我看到圣诞灯饰在坠落，听上去诡谲难解。但帕克解释，这象征节庆欢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怒火。或许是香港街头圣诞灯饰被抗议者拉倒，又或许暗指节日期间社会发生骚乱。总之，香港的怒吼将再度响起。更大胆的是，帕克断言香港将成为最早脱离中共统治的地区。他仿佛看见未来某个时刻，香港人重新站上街头争取自由，并最终摆脱北京的枷锁。当然，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帕克预见当局会祭出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香港的起义，但这种血腥打压只会招致更强烈的国际谴责和中国内部反弹，等于在全球聚光灯下自我揭露其残暴本性。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到了靠高压维系统治的地步，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帕克的香港预言正与此相呼应，香港将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中共统治走向终结的前路。帕克的第4项预言，对所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人而言，绝对是重大利好消息。他明确预言，台湾未来依然会是独立的，中共武力犯台的图谋将以失败告终。这番话无疑让近年来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台湾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知道，北京当局长期以来扬言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对台湾的所谓统一，尤其习近平上台后，更是不断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上对中共可能攻台的担忧达到高峰。然而帕克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次直播中，凭借他的灵视能力绘出一幅台海未来图景。中共虽然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注定无法征服台湾。他表示自己看到台湾周边有争议的小岛上刀光剑影，似乎发生了军事冲突。帕克推测，很可能是解放军试图夺取台湾外围某个离岛，或在台海爆发小规模交火。他同时提到一系列意外事件也许会成为战端导火索，例如军机对峙时发生擦撞，或者潜艇在海下相撞等等。他早前就警告过，解放军和美台军机军舰频繁的近距离对峙，迟早酿祸。如今他更坚信一次意外将引爆冲突。然而，帕克强调这场冲突的结果对台湾有利，新的台湾领导人会坚定守护主权，绝不退让，而民主盟友将纷纷伸出援手。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台湾将迎来新任总统，正如新闻所报道，赖清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预计于明年520就职。北京对赖清德素有成见，视他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是否会促使中共铤而走险？帕克看来，赖清德上任后，北京的挑衅可能更甚，但台湾方面也早有准备。帕克在预言中描述，新的台湾领导人非常强硬，不仅寸土不让，还会加速与国际伙伴的军事合作。他特别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帕克说，他看到日本将在技术上大力支援台湾，尤其是在防空反导方面，
把某些先进防御技术与台湾共享。这种合作可能不会明着说是军事同盟，但实质上台湾的防御能力将得到飞跃提升。他还预见澳大利亚也不会袖手旁观澳洲的军舰，届时将现身台海周边海域提供支援。这番预言相当具体生动，仿佛未来的某一天，美日澳台联手的画面已经浮现在他眼前。回头想想，澳洲近年来对台海安全的关切确实与日俱增。澳洲战略界有人早就敲响警钟，认为战争可能比想象中更近，呼吁提升3年内开战的应对能力。澳洲也与美英组建了 AUKUS 联盟，准备打造核潜舰。同时，日本也通过了新安保战略，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民主国家空前团结的趋势，正好印证了帕克的预言。可以说，他的预测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捏合了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脉络。结果是，中共若妄动武力，将面临区域联盟的合围反击。帕克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看不到台湾被征服的未来，相反，种种迹象显示，台湾最终将越发强大自立，在国际上获得实质更高的地位。而一场冒险且失败的对台战争，将重创中共政权的威信和军力，甚至可能成为压垮北京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40多年前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败而倒台，苏联也因阿富汗战争泥潭加速解体。历史一再昭示，穷兵黩武的独裁者往往死于战争狂梦。帕克让我们看到，中共也难逃这个宿命。接下来，我们关注帕克预言的第5个要点：中共垮台后的中国将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对军阀混战这段时期不陌生。上个世纪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群雄割据、诸侯混战的乱局，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才告一段落。而帕克的预言显示，100年之后，中国大地可能再次重演类似的一幕。他预见在中共中央权力真空出现后，全国将4分5裂，各地区由不同实力派控制，各自为政。用中国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似乎与我们传统印象中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样子相去甚远。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天中共中央无法有效行使权威，地方会是什么情形？其实近年来，地方势力和中央离心的苗头不断增长。经济好的省份怨中央财政汲取太多，经济差的省份则自顾不暇。甚至有消息传出，在中南海权力斗争白热化之际，各军区的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对最高领导并不完全买账。如果习近平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不排除某些握有兵权的高官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帕克提到，中国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无疑是这种可能性的写照。一些沿海富庶地区也许会趁机追求更大自治，甚至有人猜测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本就对中央某些政策阳奉阴违。边疆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则可能爆发强烈的独立倾向。帕克特别提及香港是率先独立出来的地区，那么不难联想，其后或许会有更多第二个香港出现，例如西藏人在国际支持下宣布自治，或新疆发生大规模抗争，要求摆脱北京控制等等。还可能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各据一方，形成新的军阀。例如东南沿海的战区司令如果拒绝服从残余中央的命令，自主把守一方，那就是新军阀的雏形。这些情景听起来惊心动魄，却不是不可能发生。中共政权一旦土崩瓦解，14亿人口的大国难免经历一段混乱震荡期。帕克的预言正是要让世人提前看到这个场景。没有中共的中国，短期内可能4分5裂，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未必是坏事的结局。混乱之后，中国或将迎来重组与新生，就如同当年各路军阀乱斗最终让位于新的国家政权。一个没有共产集权的新中国，或许将在洗牌后重新站起。在动荡年代中，中国人民展现出的韧性和智慧，终将决定未来的走向。说完中国内部，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全球视野。帕克的第6和第7大预言，把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集权统治国家，预示一场全球性的专制瓦解浪潮即将到来。其中之一是中共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伊朗。帕克预言，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革命，宗教集权政权会被推翻，
这可是一个重量级的预言。大家知道，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神权政体已经统治40余年。最近几年，伊朗国内民怨沸腾，年轻世代对于高压统治和严苛的宗教法律日益不满。从2019年的经济示威到2022年震惊世界的玛莎阿米尼事件，年轻女孩因为妥善佩戴头巾被捕致死，引发全国女性剪发抗议。可以说，革命的火种在伊朗从未熄灭，然而强硬的伊斯兰政权一直用铁腕镇压反对声音。帕克此番斩钉截铁地预言伊朗将出现革命，无疑令关注中东局势的人精神一振。他看到一幅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的画面，也许是伊朗人民多年的抗争终于迎来关键转折，也可能是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曾多次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之间的结盟关系。他认为这几个政权互相勾连，互为撑腰，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出现问题，伊朗当局的底气也会不足。中共一旦自身难保，很可能再也无暇在经济和外交上力挺伊朗，加上国际社会持续的制裁压力，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可能加剧。一旦有导火索点燃，可能是经济彻底崩盘，或宗教领袖更迭，引发权力真空，又或者军中出现同情民众的派系，那场迟来的自由革命就会爆发。帕克的语气中充满肯定，仿佛已经看到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推倒神权雕像的胜利景象。这不禁让人想起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利比亚等国人民推翻独裁的场面。如果伊朗革命成真，将是中东历史新的里程碑，也将极大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人而言，伊朗政权的垮台有着特殊意义，它象征另一个顽固的反自由堡垒被攻破，印证了集权体制皆非铁板一块，给尚在黑暗中的中国送来国际声援和信心。最后，第7大预言则把目光投向美洲的红色堡垒古巴。帕克预言，在这波全球变局中，古巴的共产政权也将终结，迎来政治巨变。古巴自1959年卡斯楚领导革命成功以来，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度过了60余年。虽然老卡斯楚已作古，他的弟弟劳尔卡斯楚也退休，但古巴依然是一党专政、经济困顿的局面。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中共是其主要经济援助和政治撑腰。帕克认为，当中共自身难保时，古巴失去后盾，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将再也无法压制。其实最近这些年，古巴民众的不满已有显露。就在2021年，古巴各地爆发了数十年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喊自由，要求食品、疫苗和基本生活保障。这被视为古巴共产政权统治松动的信号。当时政府也是借助警察镇压和断网措施，才勉强控制住局势。帕克现在的预言等于宣告，古巴这最后的拉美红色据点也撑不住了。他看到古巴出现变天的画面，或许是人民再度群起反抗，或许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改革派领袖。总之，数十年的共党统治行将谢幕。一旦古巴走向民主，将会对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彻底终结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面。想象一下，哈瓦那的马尔蒂纪念碑前飘扬起代表自由的新旗，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对中国人来说，古巴政权的倒台也具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日薄西山，中共再失去一个精神和舆论上的盟友。过去，中共常吹嘘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一个个红色政权阵营瓦解，只剩下他自己孤掌难鸣。帕克的全球预言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崩溃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告别集权的一部分。中国、伊朗、古巴乃至朝鲜这些专制政体彼此命运紧紧相连，将在未来几年内接连倒下，为世界带来新的政治篇章。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纵观全局，把帕克的7大预言串联起来，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脉络：一场全球性的解体骨牌即将倒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共产集权，其崩解将牵动周边和盟友政权的瓦解。反过来，当其他集权纷纷垮台时，又会反作用刺激中共更快灭亡。帕克预言的画卷中，仿佛正上演一次21世纪版的世界大解放。
东亚的红色帝国土崩瓦解，中东的神权高墙倒塌，拉美的赤色旗帜降下。而在这巨变的浪潮中，有几个名字注定载入史册：香港再度高举反抗的大旗，台湾屹立不倒的自由灯塔，还有那千千万万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帕克的预言之所以令人振奋，不仅在于他描绘了独裁者的结局，更因为他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无论是香港人的抗争，伊朗女性摘下头巾的勇气，还是中国百姓在白纸革命中举起白纸，古巴年轻人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这些看似渺小的举动汇聚起来，就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洪流。当然，很多人会问，帕克的预言真的可靠吗？毕竟未来充满变数，任何预言都可能只是巧合或者一厢情愿。我们不可否认，预言毕竟不是科学预测，里面掺杂着超自然的成分。然而，帕克的许多预言并非毫无依据的玄想，而是有一定现实苗头可循。他曾提早感知香港大火等事件，也早早谈到过俄中伊结盟、朝鲜政权可能的动荡等等。而他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海外观察家的共识：中共内外交困已经走到强弩之末。一位深谙中国政治的学者就形容当前局势是中共64年风雨飘摇，第4次历史决议后的延命，已难持久。再加上疫情3年重创经济，清零失策激起民怨，国际围堵加深孤立，中共实在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头。帕克只是用他预言家的语言，把这种危局描绘成具体的场景：习近平可能因病垮台，地方出现军阀势力，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场景不是毫无逻辑，而是发生过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各国的剧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不久，农民起义灭秦；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之后迎来解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民众抗议声中倒台。无数例子告诉我们，集权没有长久的未来。因此，帕克的预言虽透着神秘色彩，但其核心信息却和历史规律不谋而合：专制暴政必定灭亡，自由光明终将胜利。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预言末尾发出的一个呼吁：人类必须超越恐惧，唤醒内心与生俱来的善与信仰，来共同对抗那盘踞世间的邪恶力量。他甚至明确指出，中共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更像是一种邪灵，它败坏着人的道德和精神。如果任由这股邪恶继续扩张，人类文明将被毁灭殆尽。这番话听起来近乎宗教宣言，但也点出了中共统治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层面：他对传统价值观和人性善念的侵蚀。从破坏传统文化、打压信仰群体，到鼓吹无神论、物质主义，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可谓用心险恶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帕克将其上升到邪灵毁灭人类的高度，提醒世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善恶较量。他相信2026年是人类觉醒自救的最后窗口，希望更多人看清中共本质，不要被恐惧蒙蔽，勇敢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结语时刻，我们不妨再回首帕克的整套预言：中共的末日倒计时，习近平的荣枯难料，香港的烈火重生，台湾的坚毅不屈，中国的动荡新生，伊朗的自由之春，古巴的红旗落地，每一条都扣人心弦。有人或许会心存怀疑，但也有人早已在心中暗暗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预言终究不是现实，但现实往往会创造出超越想象的剧本。正如30多年前，谁能料到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帝国不战而亡？当时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人民，何尝不是凭借着对未来的信念在行动？今天，帕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幅可能的蓝图，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正在逼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他的许多洞见竟如此贴近现实。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帕克描绘的道路并非平坦，甚至充满风险与混乱，但破晓前的天空往往最为黑暗。不要忘了，黑暗尽头就是黎明。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峥嵘年代，让我们怀抱希望，拭目以待。帕克的预言会全部应验吗？中共会否真的在历史洪流中解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新生的华夏？时间将给出答案。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每一个追求自由、正义与善良的人都是塑造这答案的一部分。就像帕克所呼吁的那样，勇敢地超越恐惧，坚守内心的善念。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任何预言中的美好未来都不再只是预言，而将成为我们共同创造的现实。让我们期待并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光明就在前方，我们不会再等待太久。翻页的时刻近了，历史新章即将展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事情正在2026年的开端急剧上演，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出手，拿下了军中2号人物张又侠。一时间北京风声鹤唳，甚至传出军车进京、坦克布防长安街的画面。更惊人的是，英国灵媒克雷格·帕克刚在年前预言过这一幕，习近平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式的内部清洗，继而铤而走险，掀起台海战争，引爆中共政权的终极危机。如今预言似乎一一应验，内战一触即发。难道历史正走向帕克所说的剧本？今天我们就从头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场习张斗背后的惊天秘密，以及台海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冲击。整个故事充满戏剧性，仿佛一部现实版《权力的游戏》，就让我们一步步看下去。中国传统历法中，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或赤马年。民间传说火马年多动乱，烽火连天。历史上1966年也是丙午火马年，那一年爆发了10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动荡不安，无数人深陷灾难。60年一甲子循环之后的2026年，真的会再现大劫难吗？许多预言家给出了惊人的答案。英国著名预言家帕克在去年年底发布了2026年预言，他直言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世界格局风云变色，多国政权面临覆灭的命运。其中他特别点到了东方的中国和台海局势。帕克强调，过去被掩盖的真相将在今年大白于天下，许多谎言会被揭穿，威权独裁者将一个个倒台。听起来像玄幻故事，但帕克过去成功预言了新冠疫情、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俄乌战争等大事，在西方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更巧的是，帕克的预言几乎与华人圈流传千年的推背图等神秘预言不谋而合，今年似乎注定是集权崩塌、天下巨变之时。刚跨入2026年的门槛，世界巨变就接连登场。新年伊始，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一项惊人行动：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军秘密抓捕，押送至美国接受审判。紧接着，中东的伊朗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伊斯兰政权摇摇欲坠。两个长期对立美国的独裁政权，一个突然垮台，一个陷入革命边缘，而这正是帕克在预言中点明的开场剧情。他原本预测伊朗今年会出现大变局，没想到开年短短1周内，连委内瑞拉政权也出现终局。人们不禁瞠目，帕克的剧本难道正在逐一成真？帕克预言今年不会只是单一战场的冲突，而是多个火药桶将被点燃，世界将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动荡。美洲、欧洲、亚洲，多米诺骨牌将接连倒下。他甚至提醒世人要当心一场由人工智慧主导的网络战争同步爆发的天灾和金融危机。种种警示让人不寒而栗。然而，相比国际风云，帕克特别强调的终极靶心在东亚。在他的预言中，中共政权将在今年面临冰川式的崩塌，一开始只是出现裂缝，接着发生不可逆的大规模解体。帕克预言的转折点将在2月份，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尤其是3月前后，台海可能爆发军机或潜艇相撞的意外，进而点燃战火。届时，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会被卷入战局，引发一场多国冲突。但令人玩味的是，帕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让台湾被攻下，反而会重创中国本身。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共将因这场冒险而元气大伤，经济崩盘，社会动乱，最终导致习近平失去权力，独裁政权走向倒台。更震撼的是，他预见中国之后将四分五裂，分裂成许多小国。
未来可能组成类似欧盟那样的联盟体制，边境开放，自由贸易，人民摆脱集权束缚。有些人听到这里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太过天方夜谭？一个庞大的中国怎么可能突然崩解？然而，随着1月份过去，现实中发生的剧情正一步步印证帕克的惊人预言。就在中国内部，一场巨大裂缝已经出现，而且随时可能扩大为崩塌。2026年1月下旬，中南海爆出震撼消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宣布落马。1月24日，中共官媒突然发布通报，称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被立案审查。与他同时被拿下的还有另一名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这相当于中国军队的2号和7号人物一起倒台。消息传出，外界一片哗然。要知道，张又侠地位极高，是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级别属于副国级，且现役排名仅次于习近平的高级将领。他还是红色开国元勋之子，父亲与习近平的父亲早年是战友，有所谓红二代世交背景。2022年中共20大时，年逾70的张又侠违反常规高龄留任，就是因为习近平破例保他继续掌权，以倚重这位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不到1届任期，习近平竟然翻脸清洗了这位曾被视为最铁杆盟友的老大哥。官方对张又侠的指控让军中专业人士哭笑不得。通报中称，张又侠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一句拗口的罪名。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本意是确保军队听从中央指挥。然而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条本是制度的原则早已被异化成个人效忠契约，谁对最高领袖有二话，就是违反负责制。张又侠身为军委第1副主席，职责本是协助主席处理军务，如果他在某些专业决策上持不同意见，就被定性为破坏负责制，那等于宣布不许有任何反对声音，军中只能有一言堂。从法理上讲，法律和党章规定的是制度而非个人，若将不听其指挥等同于违宪，无疑是将个人权利凌驾于国家体制之上。这种荒诞指控被不少军官直斥为政治笑话。不仅如此，通报对具体违法内容只字未提，只用一顶笼统帽子就给2位上将定罪，活脱脱像历史上罗织莫须有罪名搞政治清洗的翻版。许多军内人士一看便明白，这不是正常的贪腐调查，而是一次闪电式的政治清洗行动。至于为何清洗，在官方语焉不详的背后，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内幕。张又侠被抓的当天，知情人士对海外媒体爆料了一系列细节，勾勒出中南海高层权斗的轮廓。据透露，1月24日傍晚，国防部对外发布张又侠、刘振立落马通告的前几个小时，中央军委办公厅已经紧急向各级部队下发了至少2份密件，要求各单位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并立即开展学习讨论，向习核心表忠表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多部队拒不表态，更没有组织任何学习活动，几乎是在跟党中央对着干。消息人士形容，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对军委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正在蔓延。命令发下来了，但没人当回事。更有甚者，许多基层官兵私下都直呼习近平为包子，也就是说，军中上下对最高领袖毫无敬畏，没人愿意替他卖命。这画面十分魔幻，以往党令军令如山倒，如今军中竟公然消极抗命。显然，张又侠突然落马，已点燃了军队系统对习近平长久不满的一颗火药桶。一名爆料者甚至警告，如果中央不尽快放人，释放张又侠和刘振立，那么军委高层将逐渐失去对全军200万现役部队的指挥能力。这种措辞已经相当胆大，暗示军中可能出现分裂，导致中央军委失灵。北京当局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从1月24日晚到此后几天，北京城陷入多年来未见的高度戒备状态，中共中央军委连夜提前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中共军方的最高等级安全戒备机制，一般只会在最高领导人出访国外，担心国内发生异常时才会启动。如今领导人并未出访，却拉响了对内的最高警报，意味相当不寻常。
军委大楼周边加强了安保，中央警卫局直属保护中南海的特种部队大量进驻要害部位，有人目击他们搬走电脑、档案资料，用纸箱封装文件，现场气氛高度紧张。首都街头也出现了久违的荷枪实弹巡逻队伍。据网民拍摄画面，1月26日，长安街上执勤的已不再是普通交警，而是由军队士兵、警察、武警和特警组成的4合1联合武装巡逻。天安门广场周边更是5步1哨，10步1岗，草木皆兵，整座城市弥漫着肃杀的紧张感，仿佛一夜之间，北京变回了40多年前的戒严状态。种种意象背后说明，中南海里确实出了大事，而且这件大事还远没完结，正有我们未知的风暴在暗中酝酿。到底是什么风暴把北京搞得如临大敌？随着张幼霞被抓消息曝光，他落马前的一封密信突然在网络疯传，有人称之为张幼霞的遗书或最后告白。这封信内容极其劲爆，尽管目前无法证实作者是否真是张幼霞本人，但信中许多细节与近期局势高度吻合，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信中逐条列举了张幼霞与习近平之间多年来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何时动武武统台湾、与俄罗斯合作的深浅、军官提拔标准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台海战争的争执。信里透露，在中共20大后的某次高层会议3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提议要趁俄乌战争之机迅速发动攻台行动。他认为俄国牵制了西方精力，是大陆武统台湾的良机，但张幼霞激烈反对，强调这样的时机和条件并不成熟。习近平因此勃然大怒，气急攻心下竟然当场病倒住院。那次高层会议差点因此中断。这段爆料让人联想起去年下半年盛传的一些怪事。2023年秋天，中共突然推迟召开原定的3中全会，习近平还一度从公众视野消失了半个月，引起各种猜测。有人怀疑他那时身体出了状况。如今密信揭露，似乎与此时间吻合，难道习近平确实因不满军中掣肘而气病了？更惊人的是，信中提到习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发自内心的想发动一场战争，他特别想亲自指挥一场宏大的战争，习的好战之心昭然若揭。相对的，信中说，我张幼霞本来也很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后来听了刘亚洲的分析，吓出一身冷汗，几十万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短短一句话，让我们嗅到了张幼霞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路线决裂的真实原因。张幼霞提到的刘亚洲，正是中共空军上将、前国防大学政委，一位在军内享有战略头脑声誉的将领。他曾撰写大量犀利文章，分析中共体制积弊和对美作战风险，是少数敢放言军队政治问题严重，体制不改必有大败，以及提醒台海开战将招致灭顶之灾的军中智囊。也正因此，刘亚洲在2021年被习近平以涉嫌腐败之名秘密逮捕下狱，再无自由。张幼霞在信中提到自己原也热血赞同武统，但听完刘亚洲一席话后如坠冰窟。原来真的打起来，就算一次性搭进去几十万解放军，填海般冲向台湾，还是靠不了岸，登不了岛。而且刘亚洲的分析远不止于此。据密信后半部分披露，张幼霞清楚预见了武力犯台的可怕结局。战争一开打，日本势必立即卷入协防，紧接着美军也会参战。届时中国沿海的军事基地、关键桥梁、油库储备都将在开战数小时内被美日联军精确打击摧毁。解放军方面即便能对台湾本岛造成一些破坏，但很快就会陷入补给断绝、空中制霸权丧失的绝境，除非动用战术核武，不然根本无法攻下台湾。而一旦真的进入焦土大战，不论结果如何，中国都将面临战后巨额赔款、海外资产全数被冻结的惨况，国家经济崩溃，百姓涂炭，国将不国，亡党亡国。换言之，武统不但统一无望，反而极可能断送中共政权自身。这封信等于给习近平泼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更像在向全军发出紧急呼吁，千万别陪着最高领袖一起疯狂走向毁灭深渊。信的最后，
张幼霞言辞恳切地痛斥了习近平身边的小人。他指出，习近平如今被一群马屁精包围，这些人把他捧成了绝世伟人，助长了他透过战争建立丰功伟业的妄念。而像刘亚洲这样肯讲真话的忠臣良将已悉数下狱，他自己预料恐怕也难逃被罗织、叛国、贪腐等莫须有罪名的下场。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悲壮无奈又义愤填膺的气息。如果真是张幼霞执笔，那么这封密信既是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肺腑忠告，也是对自身命运的预见性告别。如果密信出自他人杜撰，那这位作者对中共高层内幕和台海战局走势的把握亦堪称入木三分。无论如何，密信的内容逻辑与当前中共政局动荡的迹象高度吻合，难怪一经传出便在海内外刷屏，引发轩然大波。密信曝光的猛料使张幼霞被抓事件陡然升级为整个中共体制的危机，信中描述的种种矛盾迅速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多名接近军方的消息来源向媒体证实，习近平与军队高层在要不要武力攻台这个根本问题上长期存在尖锐分歧。一位知情者说的直接，中共军队都很清楚，一旦真打起来就是大量伤亡，甚至一个兵种整个打光。这意味着不光张幼霞，绝大多数职业军官都明白对台开战是死路一条。另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军中普遍共识是，现阶段对台采取高强度军事行动不具备可承受的战略条件。平时绕着台湾岛晃两圈，虚张声势一下可以，但真要打仗，没人愿意承担那后果。也就是说，对台动武并非军方基于专业判断的需求，而更多只是习近平出于个人政治考量在推动的一个选项。南部战区一位现役军官直言，万一真开战，死在前线的都是老百姓的孩子。像普京这类人永远躲在后方，他们不用上战场，但老百姓会失去亲人，谁愿意打这种仗啊？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统一台湾更多只是某些当权者想名垂青史的政治意图，并不代表广大官兵的真实想法。老百姓看来，有人想通过战争刷声望，争取军费，但这种观念在军中根本没有市场，我们没人想打仗。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中共军队内部早已人心思定，不愿陪习近平以卵击石。习强推武统一城，实际是在逆整个军队的意志而行，难怪如今引爆强烈反弹。张幼霞常年镇守军中，在将士间有较高威望，他的观点显然代表了军内主流专业意见。而习近平将这位实战派将军一棍打死，传递出的信号是不为公是举，只唯命是从，凡是不绝对服从我的人都可以被拿下。如此一来，军中人人自危，群情激愤，也就毫不意外。正如有评论所言，当规矩不再保护任何人时，所有人都可能铤而走险。张幼霞的倒台反倒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潜伏的反抗情绪全面激发出来。很快，北京城便传出了更轰动的传闻，张幼霞旧部谋划兵变。有消息指称，张幼霞在军中深厚的人脉网络开始运作，几个信得过的部队将领秘密联络，试图发起联合行动逼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驻河北保定的第82集团军，这支部队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第38军，因战功卓著被称为万岁军，长期担负拱卫京畿的重任，装备精良，机动迅速，可谓北京最后一道大型野战部队屏障。据称，第82集团军中有不少高层军官曾是张幼霞在总装备部或军委机关时期的部下，与他情同骨肉。当他们得知恩师被逮捕，罪名竟是那样含糊的政治口袋罪时，无不感到义愤与耻辱。用莫名其妙的政治术语抓捕统帅，简直是对整支军队尊严的践踏。于是有消息说，第82集团军出动，重装甲部队向北京推进，装甲车和坦克一路开到首都南六环一带，在京郊战略要地部署。更有目击者声称，随后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也出现了第82集团军装甲车警戒的踪影。如果这消息属实，那意味着北京的外围防线已被拥护张幼霞的叛军突破。要知道，北京的安全通常依赖3道圈层，室内有中央警卫团，
成州有武警部队，远郊要地有野战集团军驻防，而第82集团军作为御林军，若真的调转枪口直奔京师，就说明局势已经危急到一定程度。他们判定习近平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已名存实亡，甚至认为张又侠才代表了合法的军权。还有传言称，当第82集团军突然逼近时，习近平一方猝不及防，一度紧急躲入防空洞掩体以测安全。然而躲进地下虽可保命，却等于失去了对全国全军的及时指挥能力。在军事政变中，看不见比不存在更危险。假如再有更多战区响应倒戈发生，躲在地下室的最高统帅可能连命令都传不出来。所幸由于几十年来中共对军队的严密控制，这次兵变传闻最终并未发展成真正的内战。第82集团军的动作更像一次武力示威和投名状，而非全面起事。随着中央警卫和其他忠于习的力量在京城部署，第82集团军没有进一步冲击城区核心，据传已奉命撤回驻地。尽管如此，这次险象环生的对峙已经创下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先例。军队疑似以武力向中央表达不满。习近平执政10年，从未像此刻般离内乱那么近。甚至有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当局为了安抚军心，不得不在内部表示张又侠依然保留军委副主席头衔，案情还要调查，试图淡化抓捕的激烈意味，仿佛在告诉将士们，张副主席还没定罪，一切等查清，以平息众怒。这一幕无疑证明，张又侠事件已经引爆了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军队高层离心风暴。北京政治圈一度盛传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何解放军始终无法兵变成功？常见的答案是，中共多年来通过设置政治委员制度，层层监控，确保部队各级主官彼此掣肘，没人能单独调动兵马。同时，中央警卫局、战略支援部队等嫡系牢牢控制着指挥中枢，兵华苗头稍现就会被扼杀。因此，哪怕个别部队不满，也难以串联出大规模哗变行动。然而这次情况不同以往，军心涣散是从上到下的普遍现象。如果再加上对台开战这颗引线一旦引爆，真有可能出现全军各派系各行其事，甚至群起抗命的混乱局面。大批官兵已经表明不愿为习一人之私送死，这意味着一旦习近平执意开战，不排除军中有人会把枪口对向北京中南海，而非台北。正如密信里传达的那个惊天动念，打台湾不如打中南海。其实，习近平与一众将领闹到如今翻脸的局面，几年前就隐隐有预兆。有人说，这正应了推背图中的远见。推背图是流传千年的中文预言奇书，被认为神准预测了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其中第46象画着一名身背弓箭的武将和一手摇雁，有义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许多解读者认为，这一象正预言了中国将发生一场宫廷军事政变。更诡谲的是，习近平本人据传对推背图深信不疑，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行动，似乎就在围绕这手摇雁消灾解厄。比如，他上任后首先大力整肃的就是掌管导弹核武的火箭军，因为火箭军标志是一支带弓箭的图案，刚好对应图中身带弓的军人。而2022年，他破例让时年69岁的张又侠留任军委副主席。也有人说，是因为张又侠三字中藏着一把弓，张字自不必说，侠字上面一个夹字，形似张开的弓。习也许早对此心存忌惮，但碍于亲情信任暂且倚重张，又或许想将计就计以安抚军心。不过最终带弓的张又侠还是没能逃过被清洗的命运。与张一起落马的刘振立上将，他的姓刘在繁体字里可拆解为卯金刀，其中的刀立刀旁竖着写，看起来就像一把剑，对应摇雁里伏金剑。如此一来，第46象几乎丝丝入扣印证。在此刻，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终于搞到军人带弓伏金剑的高层头上，引发了军事政变级别的动荡。资深媒体人唐浩在分析时说，推背图早就预言了习近平的最终下场，习恐怕命中注定要成为终结中共政权的那个人。
唐浩的观点很发人深省。习近平原本有2条路可选，顺天意而行，成为代工军人挥剑斩共的执行者，主动解体中共，或者逆天意而行，一心保党称帝，结果终将被天意利用，以另一种方式逼得他亲手结束共产党统治。习近平上台最初几年，大力反腐打虎，清洗江泽民派系，曾一度走在灭共休命、按天命除掉共产党的命数的轨道上。然而19大之后，他转向叛命保党，走上集权独裁之路，一心要将红色江山传之万世。如今他对军中异己和隐患的大清洗，重创了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台进攻计划，反倒加速了中共灭亡。军队因他内斗闹分裂，整个政权已现裂痕。唐浩指出，不管习近平选择哪条路，中共灭亡的结局都不会改变。如果他不顺天意自行了断共产党，上天就会安排另一种剧本，让他被动地引爆共产党的末日。眼下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这个剧本的序幕吗？习近平这几年的加速举措，看似在自残共产党的根基，如今如果他再与各路军头斗个你死我活，最后会不会演变成政变、兵变叠加民变，多方势力讨伐甚至消灭他，同时也连带消灭了共产党。如此一来，习还是完成了顺天休命、顺应天意，让共产党的命数终结的宿命，只不过过程将异常惨烈，共产党也会把它陪葬而已。更巧妙的是，推背图第58项还提到，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休命，半劳有子。颂曰：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钱纲天下安，狱中2件惊奇美，前人不及后人采。唐浩认为，这暗示未来的真命天子出自中国关中地区，而习近平老家正是陕西关中。半劳有子指字弥，孝字，习以孝顺母亲著称，符合孝子西来的描述。然而顺天休命的关键在于，这位天子要顺应天意，除掉一个人的命。谁的命？共产党的命。习近平上任后前半程大反腐，本来有点除共产党的命的意思，但后来他变卦保党，结果等于逆了天意，所以天意将安排另一个人来承接使命，彻底解体中共，成为新的后人明君。而习近平则沦为被天意弃掉的前任，最终只能随共产党一同覆灭。宋文里狱中2件惊奇美一句，唐浩解读是指美国国旗2度出现在中国。川普总统曾于2017年访华，预计今年4月将再次访问北京，这正应了2件美国旗。而一旦第2次奇美出现后，紧接着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似乎预告习近平的命运将走向终结。无论这些古老谶语是否真有定数，至少它与当下局势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共鸣。习近平越是执着保党称帝，反而越可能因内外交困而翻船，成为历史转折的牺牲品。分析到这里，观众朋友们不妨思考，面对内外交逼，习近平接下来会怎么做？他会选择收手认输，还是孤注一掷，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视线，巩固权力？历史上，濒临崩溃的独裁者往往喜欢赌上一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在1982年4月入侵福克兰群岛、马岛。当时的阿根廷将军加尔铁里政权因经济危机和民怨面临垮台，他妄图借由挑起对英战争来激发民族主义，转嫁国内矛盾。结果战争大败，不仅政权没保住，反而加速倒台，被写进了经典反面教材。今天的习近平是否也处在类似心态？有观察家直言，习近平眼下骑虎难下，几乎被逼到只能打台湾来自救的绝境。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他党内政敌林立，去年以来接连爆出的高层人事地震，如外长秦刚、沈隐，火箭军司令部离奇大清洗，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撤换失踪，现在连军委副主席也出事，使习威望受创。习近平近年频繁出手整肃，已令党政军系统人人心怀鬼胎。如果此时他功成身退，那还好说，但他显然无意退场，还想至少再执政5年甚至更久，因此他只能靠更强硬高压的手段震慑全场。然而靠抓人杀鸡，儆猴是把双刃剑，动作小了无济于事，动作太大反而引火上身。
张幼霞事件正是如此。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江河日下，地产泡沫破裂，失业攀升，财政枯竭，使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越发岌岌可危。今年2月，还爆发了前所未见的全国性医保抗议潮，广大退休老人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削减医保，引起舆论震动。虽然当局暂时安抚下去，但民怨已如草原野火，处处埋伏，等待风吹。对习近平而言，制造一场外部冲突，煽起民族主义狂热，是他手上不多的可选剧本之一。而台湾问题则是他宣传多年、积累最多民意基础的棋子。如果他能把国际局势炒热，让百姓仇视外敌胜过仇视自己政权，那或许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脚。更不用说，他确实怀抱一颗不甘平庸的帝王之心，希望透过收复台湾，打赢一场战争来名垂青史。密信中那句发自内心的想发动战争，恐怕并非夸张。想当年，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固然是败军之将，但另一位更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希特勒却曾靠着对外扩张，一度成功转移国内焦点，维持了法西斯统治。当前中国经济困局让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习对军权的极度掌控也与希特勒有几分相似。如果此时他选择对台湾出手，很难排除短期内的确能起到激发狂热、转移矛盾的作用。毕竟在集权国家，战争常被当作巩固统治的最后灵药。然而，习近平真敢打吗？从军方披露的态度看，他会面临孤军冒进的处境。帕克的预言更警示，这将是引火自焚的选择。耐人寻味的是，帕克预言中描述的台海战局与张幼霞密信的分析惊人的相符。冲突爆发，日美卷入，中共遭重创，台湾反而安全无虞。两份来自东西方、形式截然不同的信息，却像在讲述同一件事，那就是武统台湾将成为中共的绝命终局。而如果习近平偏不信邪，硬要一搏，那很可能正如预言所言，演变出多个战场连环爆炸的局面。帕克就明确提到，不会只是一场台海之战孤立进行，很可能朝鲜半岛、南海乃至中共内部都会同时出现冲突。目前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的盟友古巴最近被爆料秘密允许中国建立间谍设施，引发美国高度关切。朝鲜则加速挑衅，与中俄靠拢，半岛局势暗流汹涌。如果台海开战，美军极可能在印太多点位同时出击，中共将首尾难顾，中共苦心经营的盟友圈也很可能倒戈。帕克就暗示，古巴、北韩等集权政权将会在这波巨变中相继垮台，中共最后将陷入几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对习近平来说无异于噩梦。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习近平本人近年来健康状况也广受猜疑。如果战事失利，压力击垮了他，谁来接手残局？台湾有名算命师就在政论节目中直言，2026年习近平身心压力极大，尤其内脏健康可能出现致命问题。回顾1月北京政变传闻，有小道消息称，习近平因盛怒而中风一度倒下，不得不到301医院救治。尽管无法证实，但可以想象，习这些日子在高压下绝不好过。一旦他身体出现严重变故，中共内部更将群龙无首，加速崩盘。总而言之，习近平现在面前是两条险路，不战则内乱，战则内乱加外败。无论哪条，帕克所说的冰川式崩塌都在前方等着他。帕克形容中共瓦解将像冰河消融般，先从内部出现裂缝，这个裂缝显然已经在军中出现，接着轰然坍塌且不可逆转。他预测2026年就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当然，我们并非唯预言是从，但历史发展常有其巧合的节奏。习近平这10年集权之路，或许正把他一步步推向应验古老预言的角色。帕克和其他一些灵媒还曾暗示，中共垮台后，中国会出现多个新生政权，之后逐渐形成一种联邦制或邦联式的民主架构，届时人们能自由往来，重新获得自由。这听来令人神往，但破旧立新的阵痛恐怕在所难免。对台湾而言，最关键是如何在风暴中自保。幸运的是，
多位预言家都指出，台湾不会被中共征服吞并，反而能在巨变后保全实力，或将以新的方式与大陆各地展开合作。换言之，历经战火劫难后，两岸终有望在没有中共的前提下迎来新的和平契机。但愿这是上天为两岸安排的好结局。当前的中国正站在濒临巨变的悬崖边，习近平和张又侠的生死博弈，表面看是权力之争，其实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前途走向，是继续被集权捆绑，赴一场虚妄帝国梦的豪赌，还是及时悬崖勒马，避免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生命填海送死。这是一念之间的抉择，也是几代中国人业力交锋的最终章。我们看到军中有志之士已发出理性的呼声，甚至不惜锄奸冒险，试图阻止灾难的降临。然而独裁者往往听不进劝告，他们被自己编织的幻梦和马屁虫的吹捧蒙蔽，以为胜券在握，不惜玉石俱焚。习近平会不会成为这样的孤注一掷者呢？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在末路时仍要困兽犹斗，结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历史的车轮正轰隆作响地驶向转折点。我们回望60年前红色中国的10年动乱，再看看今日之局，不禁感慨命运的轮回。也许有人还心存侥幸，觉得这只是虚妄的阴谋论和危言耸听，但请别忘了，短短1个月内，多少不可能的戏码已经在现实中接连上演。当一枚多米诺骨牌倒下，后面更多的骨牌随时可能倾覆。正如帕克所说，人们是何其幸运，能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关口，每个人都将亲眼见证，甚至参与决定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对于所有关心中国与台海命运的人而言，今年注定是影响深远、惊心动魄的一年。我们唯有保持清醒与善念，静待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过去。无论命运将如何展开，新的一页即将翻开，让我们拭目以待。2026这一年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乙巳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
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
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机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百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
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他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一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
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疑、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胶着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
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
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
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
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
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道，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
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
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
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的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
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
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家，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
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帕克看到张幼霞下场重大预言，习近平2026年诡异事件。故事得从中共军队的一场突然地震开始。就在2026年新年前后，北京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终章。1月24日，中共官方宣布了震撼消息，军中实权派、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立案调查。要知道，张幼霞可是军中德高望重的上将，他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张幼霞本人年轻时也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战，是解放军中少数有过真枪实弹经历的将领，同时又是习近平倚重多年的亲信战友。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此前几天还被当作谣言的小道消息，竟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人们不禁背脊发凉。难道传闻中的军中政变真的在上演吗？张幼霞在军内辈分极高，威望素著。他出身将门，是标准的红二代。年轻时曾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带兵打过硬仗，仕途上又深得习近平信任，被视为定海神针般的人物。2022年，中共20大上，72岁高龄的他本该退休，却破例留任军委副主席，显示出席对其倚重。然而现在，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军中大佬骤然倒台，其冲击之大可想而知。传言这场拿下张幼霞的行动惊险程度不下谍战大片。有消息称，在1月19日深夜，北京长安街边戒备森严的中央军委大楼里上演了一场突袭抓捕，几辆挂着特殊军牌的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至，直奔军委大院。在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公安部长王小红亲自坐镇指挥下，公安部第9局，也就是中南海警卫局的特勤精锐发起了一场闪电行动。他们之所以能轻易潜入平日层层设防的军委大楼，是因为内部人员打开了一道隐秘侧门。据传，这个开门人正是当时军委纪委书记仅存的另一军委委员张生民。张生民原本被视为张幼霞一手提拔的亲信上将，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无疑是一出现代版的投名状。他通过倒戈出卖恩师，向习近平表忠。在后门洞开的一刻，多年来戒备森严的军委大楼形同虚设，特勤小队长驱直入，来到张幼霞面前，将其当场控制。他的妻子和在军内任职的儿子也一并被逮捕。据说张幼霞当时虽然震怒，却依然强作镇定这位当年在老山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悍将。没想到让他栽跟头的不是敌军的子弹，而是身边人的冷箭。当晚，特勤人员还直接搜查了张幼霞儿子的办公室，连一张纸片都没放过。网络上甚至流传出一张1月21日晚间的照片，只见张幼霞北京住宅门前站满便衣警卫。尽管那时张家一家早已被带走，但屋外仍被严密监控，寸草不留。这种带有灭门色彩的闪电抓捕传递出一个恐怖信号，习近平已经杀红了眼，动手就不留活口，对昔日肱骨重臣也绝不手软。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气息。有居民反映，在张幼霞被拿下的那几天，长安街上夜间出现全副武装的军警巡逻，气氛肃杀，甚至一度传出北京进入战时状态，坦克车开上街头的传闻。
虽然这些政变迹象后来多被证实是谣传或误传，但无风不起浪，足见当时风声之紧，民心之惶惶。要知道，张幼霞非同小可，她是习近平一手提拔到军委副主席的心腹，又身负战功，享有盛誉。如今横遭重击，被扣上严重违纪违法的大帽子，她的倒台无疑在军中引发震荡波。官方通报的措辞之严厉也是前所未见，通报中连用了5个，严重指控张幼霞、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和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严重冲击全军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甚至在提到2人时，已经弃用同志称呼，而是直呼姓名。短短几行字，仿佛将张幼霞定性为阴谋篡权的乱臣贼子，这预示着他将面临军法从事的严厉惩处。而通报最后那些速毒除弊、正本清源的字眼，更让人联想到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清洗。消息传开后，整个解放军内部可谓人心惶惶。张幼霞与刘振立突然倒台，让所有将领都猝不及防，如履薄冰。毕竟这2人，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一个是联参参谋长，地位仅次于军委主席习近平，属于军中最高层的少数几人。他们尚且被说拿就拿，其他人岂敢自保？许多军官暗想，也许前一天还在一起开会谈笑，转眼就会被带走调查。从今往后，谁还敢保证自己的安全？有消息称，张幼霞事件公布当天，全军即刻下达指示，要求各大单位召开紧急会议表态，拥护核心决定，并强调全军必须维护习主席绝对权威。可见当局深怕军中出现任何异动，必须先发制人，稳住阵脚。军中的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有人担心习近平将借此拔出萝卜带出泥，进一步整肃一批军中高层，也有人猜测张幼霞可能涉及一个隐秘的兵变计划。习近平是在生死攸关之际抢先下手，无论哪种说法，都让整个军队笼罩在猜忌与恐惧之中。细思极恐，习近平此举几乎把解放军的整个神经网络都斩断重接了一遍。事实上，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解放军已历经多次大清洗，宛如连续上演几轮残酷的鱿鱼游戏。第1轮，他借反腐之名清除了前朝掌军的2大巨头，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先后落马，军中西北狼派系土崩瓦解。第2轮，轮到清理前任胡锦涛时期的将领，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主任张扬被拿下，在押期间甚至双自杀身亡。2轮过后，习近平尝到了开刀立威的甜头，愈发肆无忌惮。第3轮，他开始对自己提拔起来的爱将也痛下杀手。2023年夏季，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突然神秘消失，其后火箭军高层大换血，传出涉严重间谍案。紧接着海军司令董军等人被查，年底又轮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免职失踪，一路斩杀过去，刀刀见血，杀得人仰马翻。直到如今，连在军中辈分最高、与习关系最近的张幼霞和联参参谋长刘振立也相继倒下。习近平终于打造出一条触目惊心的斩将封神榜。有评论戏称，习近平这是在用将军们的人头为自己祭旗封神。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被整肃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超过100人，仅2023年1年内就至少有13名上将落马，其中包括了2位兵部尚书级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张幼霞。习近平的斩将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君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17年，换了14位兵部尚书，主管军务的大臣已是多疑猜忌的典型。而习近平执政10余年间，踩着上百名将领的肩膀往上爬，其杀功臣的规模与频率恐怕前无古人，难怪不少人惊呼习近平莫非是崇祯转世？历史上崇祯皇帝因多疑灭臣而自毁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临朝17年，屡屡处死名将贤臣，
例如袁崇焕因莫须有的通敌罪被凌迟，致使边防顿失屏障，卢象升等中将奋战牺牲，却得不到朝廷援助。到了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时，满朝文武无人可用，崇祯只能绝望自缢于景山歪脖树，一代王朝就此覆灭。在今天，不少史家都评价崇祯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不是他疑神疑鬼，大杀功臣，明朝未必亡得那么快。如今习近平大刀阔斧清洗军队，让身边能打的、敢言的、资深的将领几乎都消失殆尽，这和崇祯末年的局面未免惊人相似。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形容习近平现在是看谁都觉得在害朕，已陷入崇祯式的偏执循环。这一次历史会重演吗？有意思的是，就在张幼霞落马前不久，习近平自己似乎也流露出对王朝命运的焦虑。2025年岁末，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罕见提及窑洞之问，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的问题，如何跳出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率，避免红朝重蹈前朝覆辙。这本是个理论命题，但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重提，让观察家们大感惊讶。毕竟一个掌权超10年的最高领导人忽然问起怎样不亡党亡国，听上去就好像他对未来充满了危机感。结果讽刺的是，话音刚落不久，自己军中的大将就出了事，把中共政权推向新的动荡。习近平苦心追问的窑洞之问，老天很快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也许谁都无法打破那条朝代兴亡的铁律。事实上，习近平在位10年有余，政权的危机浮现早已处处埋下。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是2018年，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现长期执政的野心。然而此举也打破了中共高层权力交接的潜规则，引发党内外强烈不安。随后数年，一系列内外交困接踵而至。2019年的香港民主抗议运动遭到北京强硬镇压，中共国际形象重挫。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国实施严厉的清零管控政策，虽一度压制病毒传播，却重创经济，民怨暗潮汹涌。2022年底，极端清零引发了震动全国的白纸运动，民众走上街头举白纸抗议，在一定程度上逼使习近平放弃清零。但清零的突然放开又导致疫情海啸般爆发，人民生命与经济发展双双受到打击，中共政权的公信力跌至谷底。2023年，中南海更是多事之秋，先有黄楚之称的火箭军高层因腐败和泄密疑云被大清洗，秋天时年仅68岁的前总理李克强骤然离世，引发官民震动。腊月里接连传出将领被查、特使在外遇难等消息。到了2026年开年，这些危机似乎一齐爆发。国际上，美国突然擒拿委内瑞拉独裁者，伊朗发生剧烈动荡，国内则军队高层地震，其核心权威遭遇前所未有挑战，一环扣一环，宛如多米诺骨牌推倒一般。由此可见，张幼霞事件并非孤立突发，而是习近平过去10年执政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体现。现在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这场中国军中地震所激起的巨浪早已引发各种传说和预言的共鸣。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中，有一段文字让人读来背脊发凉，被许多人认为应验了当下局势。推背图第46项的谶语这么写道：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短短4句，像极了一个隐晦的故事，耐人寻味。身带弓，谁身上带着弓呢？这是很多解读者争论的焦点。有人说，这暗指一个姓氏中含弓字的军人，汉字张字左边就是弓，而恰巧张姓将领中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张幼霞。再看白头翁，字面意思是白头发的老人，张幼霞如今古稀之年满头银发，完全符合。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2句更加惊心动魄，仿佛在说东门藏着一把明晃晃的金剑，后门冲进来一位勇士闯入皇宫。人们不禁联想，这不就是典型的宫闱政变场景吗？东门伏剑可能隐喻着某种东边势力的隐藏杀机，
而勇士从后门入宫，简直白描了一个武将从背后偷袭皇帝夺取帝位的剧情。于是在张幼霞事发之后，不少好事者将他与推背图中的代公军人联系起来，感叹预言成真，张将军名字代公，又是白发老翁，莫非真如预言所示，是他企图造反夺权？只不过现实中张幼霞反被西晋嫔抢先拿下，仿佛预言走向了另一条轨迹。那么这预言算不算应验呢？对此，预言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或许张幼霞并不是预言真正指向的人选，他的落马仅仅意味着更大的勇士正在蓄势待发。换言之，申代公的军人可能另有其人，而张幼霞的倒台恰是给那位真正的勇士清除了障碍。还有一些解读者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申代公指的根本不是人，而是台湾岛。因为如果从地图上看，台湾恰似一张扭曲拉满的长弓，而台湾问题又与中共政权命运休戚相关。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预言的意思变成东方台海方向暗藏锋利的金剑，一场台海大戏将决定北京政权的命运，而最终将由勇士从后门杀入紫禁城，结束独裁者的统治。通俗点说，可能在台海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内部会出现一位英雄豪杰从背后发难，终结西晋嫔的统治。这种解读听上去颇为传奇，但结合当前态势也并非全无道理。更令人玩味的是，有消息称西晋嫔本人对诸如此类的预言并不陌生，据传他年轻时读过《推背图》《马前课》等古书，对其中天命循环的玄机心存敬畏。就连毛泽东当年都曾命人研究《推背图》，试图验证其对中共的预言，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酷爱算命和预言。或许这些传言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南海领导人忠信风水信预言者并不少见。如果西晋嫔真的对申代公的传说有所耳闻，那么一位姓张代公的最高将领难免让他心生忌惮。也许在他看来，无论张幼霞是否真有二心，都构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威胁。与其坐等预言成真，不如先斩后奏，把那只可能拉弓射箭的手臂提前砍掉。当然，这只是坊间的一种调侃式揣测。然而，西晋嫔此番对张幼霞的狠辣手段，倒真像是对着某个宿命在挥刀，充满了一种和命运搏斗的味道。除了中国古老的传说，来自西方的预言也同样扣人心弦，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这位老先生在预言界声名显赫，曾成功预测了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伊丽莎白女王驾崩、新冠疫情爆发，甚至俄乌战争等诸多大事。2025年年底，帕克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系列预言，内容覆盖全球局势，其中关于中国的预言如今读来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正一一印证在我们眼前。他明确预言2026年中国将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换言之，中国军队内部将爆发激烈对抗，从而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终结。帕克强调2026年将成为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帕克并不只是泛泛而谈，他具体描述了一系列可能的事件，来龙去脉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政权崩溃剧本。他预见2026年会是一个清算之年，许多过去的谎言将被揭穿，丑闻重见天日，大批贪腐官员将遭清算，社会进入寻求真相和正义的狂潮。而这场清算的导火索很可能源自东方的一次军事危机。帕克提到2026年3月前后是高度敏感期，台海之间可能发生一起飞机或潜艇的意外相撞事件，这将引发区域局势骤然升级，局部冲突一触即发，美中两军剑拔弩张，日本等周边国家也被卷入紧张对峙，人们甚至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由此爆发。然而，帕克说，最终的剧情出人意料，台湾不会被攻占，世界大战也并未上演，中国反而因这场危机遭受重创，陷入内乱与崩溃。随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问题的双重打击，中共统治轰然倒塌，习近平将被迫下台，黯然退出权力中心。
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将彻底终结，随之而来，中国会出现权力真空和分裂态势，各地区纷纷寻求自治，最终中国可能裂变成许多小国，但这并不是永远的分裂。帕克预言，在数年内，这些新生的国家之间会组成一个类似欧盟的联合体，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协调运作。帕克还警告，世界和平并不会因中共垮台而立刻到来，相反，接下来数年内，全球将因天灾人祸和地缘政治冲突而动荡不安。他甚至提出5国开战的惊人说法，未来将有至少5个国家几乎同时卷入战火，世界陷入2战以来最严重的乱局。他预见会有人打着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地挑起事端，导致骚乱和冲突迭起。同时，他提到石油外交会引发新的军事对抗，或许暗指中东地区可能爆发战争，例如伊朗与以色列或沙特的冲突升级。帕克也没忘记东欧的危机，他认为俄乌战争即便一时结束，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并未消除，未来仍潜伏着新的战争隐患。他总结道，未来几年，人类社会将因瘟疫、战争、干旱、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被推向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规模将远超我们的想象。听到这里，或许有人要质疑，帕克的预言也未免太大胆了，这简直是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吗？然而仔细想想，帕克所说的这一连串巨变和中国许多民间预言的终极场景不谋而合。例如刘伯温的烧饼歌，据传预言瓜分复合，也是说天下先分裂后重新统一，并非纯粹散沙。而在西方预言中，也不乏类似对中国未来的描述。因此，帕克这套剧本虽听起来惊世骇俗，但未必是凭空乱想。更何况，眼下张幼霞事件激起的军中动荡，正让帕克的预言情节看起来越发逼近现实。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对2026年的部分预警已经在开年短短几周内连续命中。他曾在2025年末的预测中提到，2026年将是世界大变局之年，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中东的伊朗政权将出现重大内乱或革命。而事实是，2026年才开始没几天，伊朗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民众示威，反政府抗议浪潮席卷多座城市，直逼当局统治根基。帕克还预言，独裁政权会在今年接连垮台，他点了几个国家的名，其中就包括委内瑞拉。果不其然，1月上旬委内瑞拉就传出轰动消息，总统马杜罗在军方压力下被迫下台并遭拘押。虽然委国官媒极力否认，但多方消息在印证，短短数日内，2个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接连巨变，仿佛印证了帕克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下。这样的开门红，无疑令更多人开始正视帕克关于中国巨变的预言，不再只是天方夜谭。除了亲眼所见的应验，帕克还强调，他的这些预言并非孤立创建，而是得到了多方灵异信息的印证。帕克在制作预言时，曾特意咨询了印度的一些神秘预言专家，其中包括有着几千年传承的纳迪叶解读师。这是印度一门古老的预言术，相传上千年前，先贤把所有人的命运刻在棕榈叶上，代代由圣者守护，到特定时刻指引有缘人解读自己的命运。帕克连线了一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纳迪叶预言师，一起预测未来几年的世界局势。结果发现，纳迪叶所揭示的信息与帕克自己的灵视高度吻合，甚至细节处不谋而合。据那位纳迪叶师透露，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他为不同客人解读的多片棕榈叶中都频繁出现灾难和动荡的影子。其中有一片叶子属于一位女性政治家，上面记载着她在2028年至2029年时将目睹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彼时她已当上某州州长，正在全力应对灾情。更惊人的是，不止一片叶子预言了相似的场景，当3片、4片不同人的叶子都指向同一场灾难时，预言家相信那就绝非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天意。纳迪叶还警示说，未来数年全球会经历食物短缺、人类行动受限、类似疫情封锁等困境，以及新的更可怕的病毒出现。
但同时，纳迪叶也指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提升精神，行善积德，敬畏神明，才能化解灾厄。这和帕克向来提倡的大灾过后有大福理念不谋而合。帕克由此相信，人类正在经历黑暗前的考验，只要熬过这段历劫，便会迎来一个更光明的新时代。除了帕克，印度少年阿南德与美国牧师比格斯等预言红人也对2026年格外关注，引发预言圈一场大乱斗。阿南德以精通吠陀占星术闻名，曾准确预测疫情等事件。他多次公开预言2025年至2026年是世界旧秩序走向崩溃的时期。针对中国，阿南德警示2026年将是中国体制重生之年，也就是先经历死亡般的剧痛，再获得新生。他说中国会遭遇一场严重的内部震荡，这次震荡非同小可，将导致现行最高权力结构土崩瓦解，掌权者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阿南德形容这好比大火之后的重建，烈火焚尽枯枝烂叶，留下空地才能建立新秩序。这番话让人联想到帕克预言的冰川崩塌和体制重生，东西方预言竟遥相呼应。再看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自称从祷告意象中看到未来图景，曾详细描述川普遭暗杀但幸存的场景，而引发关注。关于中国的前景，比格斯语出惊人，他看到一条巨龙断头。众所周知，龙常被比作中国的象征，而龙之首自然隐喻最高领导人。比格斯断言，2026年年初，中国将发生一场出乎意料的崩溃，速度之快如同悬崖断裂，而非缓慢衰亡。他强调，这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权力真空。帝国的龙头被砍下，留下混乱和恐惧。更具体的，他提到这场巨变将伴随极端的粮食短缺和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饥荒和银行挤兑风潮。如果把帕克和比格斯的描述综合起来，似乎是这样一幅图景：习近平政权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统治秩序瓦解，经济停摆，民生凋敝，14亿人的未来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悲观，在预言热潮中，也有一些相对温和的声音。比如台湾知名命理师周应君就提出，2026年虽然多灾多难，但未必失控。他指出，2026年是传说中的丙午赤马年，紧接着2027年丁未红羊年。中国古代有红马逢红羊，天下大不祥之说，意思是马年、羊年相连之时，往往天下多难。然而他认为，这次赤马红羊节虽将带来政治、经济与国际局势的震荡，整体却属有惊无险，不至于全面崩溃失控。事实上，历史上的丙午年与丁未年确实经常风云诡谲。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下大乱，而紧接着丁未年1967年，动乱继续蔓延，全中国血雨腥风。再往上推，1866年丙午和1867年丁未对应清朝同治年间，那2年恰逢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内乱与列强侵扰交织，大清帝国危机四伏，60年一甲子，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周期循环。但是周应君强调，虽有惊险，但绝处逢生。也就是说，历史的惯性并非不可改写。也许命运给2026年埋下了凶险的种子，但人为的抉择仍能左右结局。我们不妨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平衡来看，预言是警钟，但人类依然有自主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种种预言到底能不能当真？有人戏言，预言这东西灵验了就是天机，不灵验就当没说。毕竟预言毕竟不是预定，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而且人类常常是事后诸葛亮，等事情发生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预言是这个意思。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这些惊人的预言和现实正在互相靠拢，无论是张幼霞的下场，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在朝着那些被预言描绘的方向发展。或许我们正身处历史转折的漩涡中，亲眼见证着预言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类似的预言奇书远不止《推背图》一本。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所著的《烧饼歌》
就曾被解读为预言共产党兴衰的隐喻，其中有句燕子龙华皆归一，许多人认为暗指以燕子为标志的共产红潮最终土崩瓦解，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另外，清朝末年流传的郑孝胥预言诗、黄檗禅师碑文等古籍，也都有令人玩味的语句，被后世附会到中共身上。即便在西方，也有不少预言被热衷者牵引出与当今中国相关的解读，比如《圣经启示录》中出现过7头10角的赤龙，基督徒有时用它来象征盘踞东方的红色政权。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百诗集》，又称《诸事记》中，也有人找到了对近代中国事件的惊人暗示。当然，预言向来是信则灵，不信则无。但当眼前局势与过往预言描述种种契合时，难免引人浮想联翩。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许多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下，一面关注着现实风云变幻，一面翻找着古老的诗篇，试图从中窥探自己国家的命运走向。回到中国内政层面，张幼霞事件给习近平政权带来的冲击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从不同立场看这件事，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支持习近平的人或许辩称，提前拿下张幼霞这样位高权重的军中老臣，恰恰证明习对军权的掌控力，显示他雷霆手段，未雨绸缪，避免了更大的危机。官媒当然也是如此，宣传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此举展现了惩治腐败无禁区、零容忍，暗示张幼霞、刘振立只是贪腐被查。然而，在更多旁观者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另一角度，习近平这么做更像是一场铤而走险的豪赌，他赌的是斩草除根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但风险在于此举极可能彻底寒了军心。事实上，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张幼霞和刘振立被查，暴露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到内部互信近乎崩溃的地步。习近平如今对谁都疑神疑鬼，而各派高官将领对习也充满戒惧心态。在这种零信任的政治生态下，政权的稳定性无疑大打折扣。事实上，就在张幼霞事件之前不久，中共高层已经阴云密布。2023年10月末，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引发舆论巨大震动。官方虽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但大批民众并不信服，甚至街头出现民众敬献鲜花悼念的场面。李克强在任内以平易近人和开明著称，是党内少有的温和改革派代表。他的骤逝令许多体制内外人士五味杂陈，不少官员私下感叹天不假年，同时也对自身前途感到迷惘。一位曾位极党和国家领导人第2顺位的人物尚且英年早逝，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此事进一步加剧了中共权力圈的惶恐与离心，酝酿着撕裂和对立的氛围。张幼霞倒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高层互信尽失、人人自危的背景下爆发出来的重大事件。如今，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没有第2个人可供习近平信任，他真正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统帅千军万马。这看似大权独揽，实则危机四伏。设想一种极端情况，如果台海或周边真的爆发一场军事冲突，中共军队节节失利，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在那关键时刻，军方会选择拼死替习近平保住权位，还是会为了救国而倒戈另立民主？历史经验往往倾向后者，毕竟军人效忠的是国家，不见得非要陪一个天子玉石俱焚。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武将逼宫的拒马。前文我们提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当年毛泽东晚年倒行逆施，林彪等人不满，试图发动政变未遂，林彪仓皇出逃，坠机身亡。1976年毛泽东死后，军方元老叶剑英等人迅速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4人帮，使国家免于继续动乱。再往前看，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也发生过兵谏、军人逼迫总统下野以平息内乱的先例。由此可见，当政权陷入危机时，军方人物往往会以国家利益为由，采取非常手段。现在回到习近平身上，如果帕克的预言情节在台海部分应验，台海一旦有事，而且情势对中共不利，习近平就非常有可能面临来自内部的清君侧压力。
一旦中国的精英阶层认定习已经成了国家的灾难源头，他们完全可能联手除掉习，以求止损自救，甚至不必等到真开战。光是目前经济濒临失控，失业潮民怨沸腾，已让中南海的权贵们如坐针毡。要知道，他们过去支持习，不外乎觉得跟着他有利可图，如今国家前景混沌，他们未必愿意陪习近平一起沉船。当然，我们并非断言军中一定会兵谏政变，但随着局势恶化，这种末日选项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正因如此，习近平才格外惶恐，在20大后一刻不停地清除任何他怀疑可能成为勇士的人。可是这种做法无疑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杀的人越多，活着的人越不安，反而更容易铤而走险。时局的张力因此越拉越满，如同满弓搭箭，只待机缘一到就会决雌雄。说到这里，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张幼霞事件。有观点猜测，习近平除掉张幼霞其实未必真的是因为后者谋反，而可能是习为了排除军中杂音，好放手做他真正想做的大事，例如攻打台湾。这种推测认为，习大权独揽后将无人牵制，可以更鲁莽地实现他统一台湾的历史梦想。但也有专家反驳，如果习真想对台湾下手，何必要在开战前夜搞得军队离心离德，内部整肃过度，只会降低军队战力。因此也有人认为，张幼霞事件恰恰反映习对发动战争缺乏信心，他担心军中阳奉阴违，不敢轻启战端，所以先用高压手段试探忠诚度。无论哪种分析，更可以确定的是，眼下的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缺乏稳定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这对一支随时可能被卷入冲突的军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隐患。难怪国际上许多安全专家都在紧盯北京局势变化，生怕内斗动荡之下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引发更大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也嗅到了这场政治震荡的气息。张幼霞与刘振利被查的消息传出后，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下跌，香港股市军工板块出现异动，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讨论中国风险溢价问题，纷纷警告北京政局不稳，可能对经济前景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时间，北京政变成了外媒报道的热词，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政策走向产生疑虑，甚至连美国政府也据传紧急开会研判中国局势，以防意外情况影响全球安全。可见，张幼霞事件的影响早已超出中国内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2026年的开篇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短短几周，我们已目睹匪夷所思的现象轮番登场。隆冬的北京夜空响起惊雷闪电，电光照亮紫禁城上空，犹如老天震怒。南半球的天空出现如巨浪倒卷的云墙奇景，海啸悬空，令人瞠目。一颗长着彗尾的长角彗星正飞向地球，预计不久后，人们将肉眼可见，平添漠视想象。而国际舞台上，一向耀武扬威的强人政权竟然相继出世，让人恍若置身巨变的前夜。古人相信灾异象征着朝政失德，上天以非常现象做出警告。今天许多中国人再次从异象中读出了类似的警示，他们觉得苍天已在向世人传递改朝换代的信号。民间盛传一句隐喻：金蛇运已终，赤马提前到，意思是2025年癸巳蛇年的气运已在年末耗尽，赤马年尚未正式来临，其凶猛灾厄之势却已按捺不住提前袭来。张幼霞的下场正发生在农历蛇年尾声，仿佛宣告着过去一年的金蛇福运结束，而紧随其后的一系列异象和风波，都像是在告诉世人，属火属血的赤马之年已经开始肆虐。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的说辞，但对处在风暴中心的人们而言，却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那股扑面而来的寒意。那么结局将会如何呢？习近平的最终命运是如预言所言，难逃一劫，还是能化解危机，续命于乱世？中华民族又是否真会在劫难过后迎来凤凰涅槃？如今谜底正徐徐展开，我们眼睁睁看着预言与现实相互纠缠，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场。或许再过不久，我们就将见证答案。有人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如何，属于2026年的篇章正在书写，而每个人也都是剧中一分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静观其变。正如那句箴言所示，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对亿万平民百姓而言，没有大规模战乱便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对那注定要承受宿命之劫的一人来说，再多的权势也无法让他逃出升天。帕克或许真的看见了张幼霞的下场，也洞悉了习近平的最终结局。现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将如何在这不平凡的2026年展开，谁又将改写谁的命运？